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的大主题，我们赶快来聚焦中国版的艾斯摩尔，现在正式的杀出来了吗 ？DUV 我们昨天提到了首批量产之外，还包括了大陆的亮相的 EUV 的原型机，还包括了奈米压印3路另辟战场。美国7年的晶片封锁，反而逼出了中国大陆半导体曼哈顿计划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一个深度的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首先欢迎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明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那么再次提醒观众朋友，我们的会员频道主要呢，你要找到的话是在环球大战线的频道，按下加入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哦。那么今天一样的，希望跟我互动，写下思明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来做回复，也帮我们节目按赞。今天呢，火线话题3个，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看到第一个，中国大陆的首批浸润式的 DUV 即将量产了。但是呢，我们以数量来说，今年是5台嘛，那后年会是20台左右。距离艾斯摩尔现在全世界现在大约是4000台的话，看起来数量上有差距。而艾斯摩尔现在也往 EUV 2奈米的方向去做发展了。中国跟荷兰之间现在是在追赶吗？还是其实大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正在另辟新的战场跟赛道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是，其实美国现在很忧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不只是生产 DUV 而已，而且这个 DUV 需要用到80万个以上的这些零组件。如果大陆未来都可以补齐这些自产自建零组件的话，包括光学材料啊，或者是 EDA 设备链的话，是不是等于是大陆打造了第2套的半导体帝国，再也不需要其他的相关供应链了，包括来自于全球的供应链，像是美国等等，这个是美国另外最忧心的事情了。第3件事情，我们来看美国7年的科技封锁，原本想掐死大陆的晶片发展，结果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晶片领域可以说现在是叫做3箭齐发。今天会来看到的，包括了 DUV 的发展，还有大陆的 EUV， 甚至是奈米压印，是完全不需要用到任何光刻机技术的这个奈米压印，如何走出自己新的一条科技道路？今天就这些议题会有深度的剖析。好，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自主化最新消息，昨天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它现在开始进入到了量产阶段，当中备受关注的其实是这家企业仅成立3年，叫做艾盛纳。它其实呢相当的低调，到现在没有什么声音哦。传出今年首批量产5台的 DUV， 后年就会有达到20台。那么预计呢会在这些晶圆厂来做测试，包括了中芯、华虹跟长兴等等。再来，我们要做关键的这个一个剖析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陆的国产 DUV，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到底是哪一种 DUV 呢？跟艾斯摩尔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不同呢？那么现在普遍研究，它是属于193奈米浸润式 DUV 的曝光机哦，代表说中国大陆已经进入到28奈米、14奈米，甚至是搭配多重曝光这样的技术，可以挑战先进制程7奈米的一个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也要来跟艾斯摩尔做比较，到底是另辟战场，还是他也在追赶艾斯摩尔呢？以数量上来讲，刚刚讲了嘛，后年是20台，艾斯摩尔目前呢全球累计出货4000台，如果只是单比中国大陆现在这一款浸润式的 DUV 的话，它的出货1600台，市占率还是远远的高于90%，更不要说艾斯摩尔现在的主力也往 EUV High NA EUV 这一款方向去做发展，可以支援2奈米的制程。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大陆现在的这些新的技术，到底是不是另辟，完全是属于中国自己的一条科技自主道路呢？委员怎么看？对，我首先要讲的是说，光刻机的技术本来就很难哦。那么光刻机的技术，它其实是有好多零组件组在一起的。那么大家听到我们节目讲过这么多次，就知道说光刻机除了你要会发出这个紫外光，不管是这个极紫外光，或者是这个接下来你还要有这个镜片做反射哦，那么做折射啊，然后你还要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化学药品哦。那么这些东西当然它就形成了一个某种程度就形成了一个技术的壁垒哦。那么我觉得你说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些年，因为受到了美国跟西方的科技围堵跟封锁，那么当然整个中国开始急起直追哦。但是
在集体直追的过程当中，你说我们要一夕之间可以跨过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技术壁垒，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坦白讲，在过去这1-2年已经有非常多重大的突破了。那么光刚才这个思敏跟大家讲到的，我们看到上海的这家公司，其实接着包含我们可能也会讲到在深圳的这一家新凯莱，他们分别做的是浸润式的 DUV 跟 EUV。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国家队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几家公司背后的股权结构，它其实都集合了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资金甚至这个人才包含像哈工大一些重要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大学的人才全面的集中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虽然是一家又一家的公司，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国家队那么这个国家队现在正在急起直追。刚才思敏说我们到底落后多少？我大概查了一下资料就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浸润式 DUV， 我们在技术指标上大概我们以 DUV 对 DUV 就浸润式 DUV 这样的一个这个位阶上，我们大概落后了 ASML 10年。那么如果你把 EUV 一起算上去的话，我们大概落后了它将近20年，就2代的这个差距。那么，但是你说这2代的差距，在过去这几年里有没有快速的缩短？当然有啊，在2-3年前你要是讲这个的时候，人家可能跟你说中国大陆正好落后它30年到50年了。但是问题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把距离缩短了那么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像 EUV 的这个发展，它都已经克服了像极紫外光的产生模式，它跳过了原本的 LPP， 用了 LDP 的方式去产生，所以一步一步的我们正在往前迈进。那么刚才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分2个策略在做的。第一，它要先硬追，就虽然这个差距存在，可是我要努力的往前追。我硬追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先保住我的生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这个用重复曝光的方式来制造7奈米，其实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这个良率要很高，这个良率要达到很高很难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要经过一次一次的重复曝光，一点点些微的误差都可能造成这一波的生产是全部无效的，所以用这个重复曝光生产7奈米那这个成本非常的高，可对中国大陆来讲要先求有所以0到1是最难的，那1再到2那就是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现在很显然的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做0到1，用国家队的方式，不管在沉浸式 DUV 或者是 EUV 上开始急起直追。但同时，中国大陆它还用了另外一条路线，它用了非对称的路线来超越这个来自于西方的科技封锁。这就是我们过去在讨论的东西，比如说华为的涛定律，最近华为最红的叫做950节点。那么华为的涛定律，它用了这个3D 堆叠的技术去绕过了晶片的这个几何缩尾就你用摩尔定律，我就用涛定律。那么我绕过了你所有的这个专利，那么我就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条路。那么最近华为推出来的叫做950超节点，他说我一个 AI 的运算晶片抵不过你可是我人多好办事，我把几千个 AI 晶片，我用超连结的方式把它连接在一起。晶片的连接的关键的困难不是说连了就可以解决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要1片晶片跟1000片晶片的效率上有很大的差别？因为1000片晶片呢，你的传递的速度会造成延迟，你就不断的在中间传递，这个就是一个延迟。所以它的950超节点能够做到的是，它快速的用这个光来做这个超连结的方式，它可以把延迟的时间缩短。所以呢，950超节点这一项技术，连 DeepSeek 的梁文峰都说，它已经可以对标美国的NVIDIA 的 GB200 跟 GB300 了，虽然价格比较高，但是我们做得到像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它用非对称的方式来绕过了这个封锁。是。然后呢，包含我们现在看到的像 DeepSeek， 像最近最红的 Kimi K3，他们靠什么？他们靠算法。他们靠算法去突破了来自于西方的这个晶片封锁，所以 DeepSeek 需要很少的算力，它就可以完成训练，接着做推理。那 Kimi K3 现在更狠那么 Kimi K3 这一波推出来的时候，它这个为了要取信全世界，它完全是从它的权重的参数到这个基础的这个结构，它全部的技术通通都公开了，所以大家就发现说，它事实上在做这个非对称的超越过程当中，在算法改进当中，它其实已经做了更多的突破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现在在走的是在原本的道路上尽一切的力量在往前追赶，而现在已经有很好的成果了。但是他们并不仅止于此。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当然你还是会面临到这个一重又一重的阻碍。我刚才讲到了，
最近美国要用 Match 法案来这个封锁中国大陆，连 DUV 的零件它都不给你了，连维修都不做了。所以中国大陆它另外一方面，它做这个走进另外一条赛道它在硬体上，在发展的理论上，在这个模型的算力上，它做了各式各样的非对称的这个突破的模式，就是为了希望能够在面对西方的科技封锁的时候，能够用这个架构的系统也好，或者是能够用这个算法的改进也好，来突破来自于西方的压力。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一系列要做这个先进制程的晶片，有2种大项目，一个就是走这个光刻机传统的路线，另外刚刚委员特别帮我们提到的一系列这种非对称，开启另外一个新的赛道。那其实呢，美国要担心的除了是中国大陆双管齐下之外，我们也看到，我们光是讲光刻机刚刚讲的这一块好了，美国现在也担心了，说，如果说未来的光刻机中国自产化之外，还有相关的零组件也全部国产化，那会不会完全就是走中国版本了？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公司来提供相关的零组件，也就是一台光刻机需要的80万个零组件。那这当中涵盖的厂商包括了这些高功率雷射光源、蔡司啊。超精密平台、真空系统、光照设备 EDA， 也就是美国最近封锁的 EDA 这一些软体上千家的零组件供应链，会不会中国大陆未来全部都自己做发展，再也不需要美国，完全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苑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阿斯麦的一个 CEO 他讲得非常好如果你不卖光刻机给中国大陆的话，那么这个是他生存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他走自己的道路的话呢，原则上来讲的话呢，有2种方式嘛。你刚才讲的非常清楚，一个就是按照阿斯麦的这个光刻机方式一点一点来，你刚刚讲到139奈米什么的，一段一段来。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弯道超车了就是华为搞出自己的这个不是按照这个原有的这种方式来，就自己做自己的这个定律这个发展。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觉得这真是陷入了中国科技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时刻因为我在台大是教科学哲学的，我了解科学有2项本质然后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科学本身呢，大家要了解，它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善是有实际的效果那你们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正的改善，科技就是为了出现这个效果。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呢，人对于自然的了解就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说呢，就是说前面一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达到，现在这个数字非常好，就是说好说话了，就是比这个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就觉得谁比较高精尖。那么另外一个强调那个方式的话呢，就是要做出自己的什么华为的涛定律或者说做弯道超车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刚刚听到讲说插这个 DUV 浸润式的这个光刻机就10年，插这个极端的这个光刻机的话，就插10+10等于20。我鼓励一下我跟这个大千，我们都是希望中国的科技能够发展到。我认为的话呢，这个10年当中3到5年的变数非常大新凯莱的部分的话呢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做光刻机的话呢，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了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是你非努力发展不可的，否则你不可能没有新变，你知道吗？而且成熟制程的话呢，这个其实讲起来就简直就是国本的问题，这个不是国防的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国家一定会想办法鼓励你、支持你，要找所有的人才，只要有办法就是科产。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是最后一关因为我们都知道光刻机是整个工艺世界中的桂冠就是说这个是皇冠上面的一个大宝石你要是突破的话，我告诉你，只要中国一突破马上变成白菜价，对，阿斯麦尔就不要做生意了。所以换而言之的话，如果说我们有机会一点，10年内吧，给他10年的时间的话，阿斯麦尔大概10年内就要准备清算了，要倒闭了。这个因为我们对中国人的这个生存头脑以及能力是有信心的。对，而且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大概还不需要10年了，对 ASML 就已经形成压力了。光是最近的这一个新闻嘛，我们看到的上海这家公司，它今年生产了5台，然后接下来马上要交20台。其实光这个新闻出来 ，ASML 股价就跌了将近10%。对，所以这对 ASML 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0年对 DUV，20年的 EUV，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去年在讲的时候可能是更久了。短短的1年的之间就已经缩短了这么多了，所以就像刚才苑老师讲的嘛，到明年我们在讲的时候，可能不是10年、20年，可能已经是3年、5年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急起直追是可以预期到未来一定会有很好成果的，你非追不可了。是好，所以综合2位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嘛，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等于是请国家之力要来全力投入在
晶片半导体这个领域的发展。所以我们也看到，确实哦，现在是多路齐发，除了 DUV 之外，还有包括了 EUV， 现在也要做原型机曝光。那政府更是投入了400亿美元，而且跟艾斯摩尔走完全不一样的路，就是在光源上，它是采 LDP， 那艾斯摩尔是 LPP， 这个先前我们提过不一样的路。再来，中国大陆有奈米压印哦，直接把奈米图形压在晶圆上面，那大幅降低大概90%的成本。如果跟艾斯摩尔来做比较的话，等于说大陆有了完全自己不一样的路。干哥怎么看？好，刚刚大千讲的啊，应该是就是普林科技，普林科技它帮力测科技生产了一台，那叫什么奈米压印机？什么叫奈米压印机？就是说传统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靠 EUV 跟 DUV， 对不对啊？但是这一次呢，普林科技他说我绕开了 DUV。然后呢，采取奈米压印技术，它这个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它就是说我这个原理上就是说你是要投射光线啊，但是它现在不用投射光线了，它直接压印，把电路图就刻在那个模板上面，然后呢，像盖章一样压到晶片上面。但是你会想说，图案这样就能够完成吗？对，讲都是一个原理，听起来是可行的。可是里面要付出多少心血跟代价，以及容错率，以及不断的测试，所以说这里面它就牵涉到说，如果有1个奈米的错误的话，你整个晶片就报销了。然而力测科技这次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晶片没有报销，代表什么？代表这是叫做所谓的弯道超车啊，就是说我绕开，你必须还是要屈服于 DUV 跟 EUV 这些曝光机的技术底下，你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确，就是中国的科技，它的偏差，它现在做到在2奈米以内，不需要 DUV 的复杂光学系统，可以支援小于10奈米的那种，就说线宽的加工。是像这个工程，我说一句实在话啊，我坦白讲一句，这不是国家队来帮忙的话，你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不过也的确像大千所讲的，它现在的问题还是出在于说，可能光子晶片是做得出来，但是在逻辑晶片上面恐怕还做不到。所以在这个先进的逻辑晶片里面，它这个还是不如那个一般的曝光机。那每层的对准啊，上层啊，你要对准，就是说下一层要对准上一层，每一层要层层环环相扣，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出问题。可是它的单片的成本是原来 DUV 或 EUV 做出来的1/10，就像刚才岳老师讲的，对，一旦成功，它就是白菜价了。你以为白菜价不会发生吗？会的。3到5年之内，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不是光是白菜价这个问题，而是它在绕开 DUV 的技术之后，它一定会想出更多在脑力激荡上面，你会发现。在就说这种高阶晶片上面，他会想出更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哦，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被美国科技封锁了，所以我们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我们就堵住了，所以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觉得会找到更多解决的道路，而且很快就会看得到成果的。我做一个补充啊，就是说。就像刚才这个干哥讲的嘛，现在我们看到的晶片奈米压印，它是可以做光子晶片。对，那逻辑晶片还有一点距离。各位知道光子晶片跟逻辑晶片的差别在哪里？逻辑晶片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就是 CPU 跟 GPU 哦，就是大家现在最常用的。逻辑晶片跟光子晶片的差别在于，逻辑晶片是用电子在传递的。那么光子晶片是用光来传递的，所以其实这是另外一条路哦。就是也许现阶段它还没有办法做到用这个压印做出来像逻辑晶片用电子传递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可是光子传递未来恐怕是另外一个趋势哦，因为光子传递可能会比电子传递更快更稳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奈米这个压印的这个技术哦，如果持续的走光子晶片这条路下去，恐怕也可以走出另外一条康庄大道。好，谢谢孙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